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Tina and Zack。我现在是在樟宜机场 T1，今天去一下武汉。我们的频道是叫 Tina and Zack， 边走边吃嘛。有朋友说问我，你们这个边走边吃，但是光看你吃了，没看你走啊。因为我前几期的视频都是去新山呐，还有新加坡的夜市吃吃喝喝了。今天就走一下，去武汉。去武汉是出公差，给客户做一个培训，所以只是我一个人，没有Tina。我一个人，这些店就全都忽略了，直接去登机口。人好多。武汉这么热门吗？搓意，拜拜，拜拜。到武汉了，飞了4个半小时，还挺方便的。现在新加坡有很多直达中国的航班，武汉、南昌，还有宁波什么的，就很方便，去旅游很方便。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，前面都是未知的。还一个难题是，我虽然在武汉住3天，但是只有1天是可以出去玩，另外2天都是工作嘛。武汉又是一个文物啊、景点啊、美食很多的地方。很大的城市，不知道1天够不够，肯定将会很紧张，看能不能完成目标。就请观众和我一起去探索一下武汉这个城市吧。到酒店了，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，大堂还挺大。来开一下箱，房间还不小，king size 床，浴缸，淋浴在这边，上厕所在这边，看看这里边是什么？这怎么开？没地方拽啊！摁一下这个，就出来了。这应该是衣柜了。OK， 该有的都有，不该有的也没有。看看窗外是什么？是哪里啊？这好像就是江边啊。晚上看不清，明天早上看看外边是不是就是长江啊？现在是早晨7点，睡了3个小时，就得起了，要去工作了。这是一个落地大窗，看一下对面，这个我看了一下地图，这个就是长江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再看一眼对面的江景，这就是长江。晚上长江边的夜景很漂亮啊，就在我酒店下边，出来以后就能到江边。对面的楼都亮着灯，还会变颜色。楼房灯光秀，前面不远处，这个就是武汉长江大桥，还有游轮在开。灯光秀来了。
这有点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意思，差不多漂亮。又变了一个颜色。江对面看这边，应该也是有灯光秀。这面是这样的，这些楼也都是亮着灯的。江边的步道，长江对面的彩色楼。另外一段灯光秀，现在图案又有点不一样了。两边对着表演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500米后，湖北省博物馆。这里是免费的，但是要提前在网上预约。我已经预约过了。这个湖北省博物馆有四个镇馆之宝，其中2个是非常有名的，一个是曾侯乙编钟，一个是越王勾践剑。这2个都是我小学的时候就在课本里边学的，所以来看看，非常有名。南馆的大厅，1楼大厅，人还是挺多的。越王勾践剑展厅。所有华人都一定知道卧薪尝胆这个成语，这个成语就是来自于越王勾践。勾践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，相传勾践继位3年就被吴国打败，被迫向吴国求和，舍身去吴国为奴。勾践获得吴王信任回国后，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段耻辱，每天睡在草席子上，吃饭前先尝尝苦胆，也就是所谓的卧薪尝胆。这把剑就应该在这个玻璃柜子里面，不可以开闪光灯。越王勾践后来数次攻打吴国，终于在继位24年后灭亡了吴国，迫使吴王夫差自尽。这把剑就是越王勾践的剑。越王勾践剑深埋于地下2400多年，1965年出土，但是依然没有生锈，在灯光照射下反而寒光闪闪。第2个国宝是曾侯乙编钟，著名的编钟，它是很大的一套啊。这些不同大小的钟可以发出不同音高的声音，刚好组成一个乐队。
这就是古代的交响乐，很大的一套。曾侯乙编钟一共有65件，按大小和音高为序，编成8组，悬挂在3层钟架上。曾侯乙编钟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，距今也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迄今发现的古代编钟当中数量最多、保存最好、音律最全的。湖北省博物馆有几十万件藏品，有大量史前陶器、青铜器、漆器等等。这个视频里呢，只是我拍的素材的不到1/10，拍的素材又不到展出展品的1/10。我们比较少去博物馆参观，但湖北博物馆是很少的例外之一。像越王勾践剑、曾侯乙编钟这个级别的文物，那都是能排进国宝前10名的，所以是必看的。而且在这里一次就能看2个。这里有编钟演奏表演，但是，我来的时候，演奏厅升级改造当中，暂停表演了。很大的博物馆，很多文物，而且还免费。我们现在去北楼看一下另外2个镇馆之宝。这2个镇馆之宝，一个是青花瓷，一个是人头骨化石，看不到了。展馆施工中，北馆都在施工，带着遗憾，以后再来吧。我现在从博物馆的北门出来了，这只是出口，入口是在南门，所以打车的时候要注意，要打到南入口。我现在从博物馆出来了，步行去另外一个景点东湖。这条路还挺漂亮，林荫路。东湖景区免费开放，听涛景区。这个东湖景区非常大，我们只是看一小点儿。整个景区如果绕一圈的话，是100多公里啊。虽然是冬天，但还是很漂亮。树叶有绿，有红，有黄。杭州有西湖，武汉有东湖。东湖应该是中国城市里边有的最大的湖。这里有游船，去到不同的景点。过一个小桥，我现在在东湖的绿道上。刚才看的越王勾践剑和新加坡还有一段渊源。若干年前，越王勾践剑送到新加坡去展览，但是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，把剑卡在了支托剑的下边的有机玻璃上面，
划出了一道几毫米的划痕，非常尴尬的一段渊源。碧潭观鱼，这边有这种曲曲弯弯的桥，可以看鱼吧？也许，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鱼。有一些很大的金鱼啊。有好多鱼，这边有好大的青鱼，这个得有快1米长啊。这边还有，哇！再去玩一个新鲜东西。这个是一个九峰山站，这是悬挂式的地铁，或者是单轨列车。自助购票，看一下购票，人脸日票。我们买一个日票，因为中间有可能下去玩一下。这是个旅游的线路，中间其实是有景点的。可以同意。数量1张，人脸日票，应付金额 OK。下一步，正对摄像头。游客您好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配合工作人员安全检查，完成。到危险品进站乘车。扫描2维码完成付款，已经拿到票了。要安检的，不知道人脸票怎么验，过一下看看啊。过一下这个门，人脸扫，看看啊，识别区 ，OK， 开了。来车了，正好上车。像地铁一样，下面地板是透明的，应该是透明的吧？等一下可以看下面的景点。还挺快，1分钟就发车了。下面有透明的。到了第1站了，估计没有人下车吧，全都会上车。出站了。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挂在上面这个架子上，下面是没有轨道的，我们是悬挂在空中的。等一下中间其他站我会去出去从外面拍一下，看这个车是什么样的。我们悬挂在这个轨道上。这站没有人。
站了，要去拍一下它悬挂的样子。看这辆车又开回去了。各位游客请注意，请站在站台门两侧依次排的候车，请向后闪，谢谢合作。悬挂单轨列车的轨道，我现在在外面等着下一趟车来。又来了一趟，这是上下颠倒的世界似的。进站了。哇，好有未来感。进站了，再坐回去。现在到了黄鹤楼景区。去一下著名的皇后楼，天下第一楼。现在在这里，往前走就是黄鹤楼了。要去买票，这个不是免费的。黄鹤楼公园，天下江山第一楼。黄鹤楼是武汉的象征。无数历代名士、文人墨客都到这里吟诗作赋。黄鹤楼不仅存在于长江边，也存在于唐诗中，成为华人灵魂的一部分。哎，在这里，姐姐。走，开始往上爬。到这来看。到楼里边了，要往上爬，上楼楼梯，走，开始锻炼了。到了2楼，看一下景色。看不到长江了，长江是在这一面，刚才看的是背面。看长江大桥，接着往上爬，3楼。大批名人都在黄鹤楼写过诗。岳飞、苏轼、白居易、崔颢、李白、王维。崔颢这首是最有名的：“西北已长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”年轻人比例真好。4楼，旁边都已经是现代化城市了。长江。看长江大桥，看长江边的夕阳西下。
个，一共10组。5楼就是顶楼了，最高处了。站在这儿，能看到长江两岸。下楼喽。武汉长江大桥，我准备从桥上走过去，全长好像将近2公里啊！但是我要横渡长江，从武汉长江大桥上回望黄鹤楼。长江边的码头，游轮、渡船。我现在站在长江的正中间了。花了半个小时，我已经跨过了长江，从武昌来到了汉口。已经回到新加坡了，这次武汉行都挺顺利，基本上计划去的景点都已经去到了，最后一天时间暴走武汉。顺便预告一下，我们一家12月会去欧洲，在欧洲度过一个白色的圣诞节，所以1月份回来应该会有几期欧洲旅游的视频，敬请关注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